2025年的终局，恐怕是军工、军委、政治局的整条权力链正在进入连环失守中。首先是兵器工业集团再次炸锅，3名高管接连被查，而这一切全部发生在同一个人上任之后。一个没有任何军工背景，却直接空降兵工集团的纪检组长陈正云。这不是查几个人，这是外来纪检对整个旧军工体系动刀。而被清算的正是一条横跨20年的航太军工人事网络。这条线上站过的人您一定不陌生：马兴瑞、袁家军、张国清、李干杰、刘国中。他们是习近平在20大亲手推上政治局的军工5人帮。但现在再回头看，这5个人，一个被免职，下落不明；一个被异常转岗；一个被传遭航太污案牵连，一个深陷地方权斗，最后一个他的老巢兵工集团正在被一层一层的掀开。更致命的是，清洗还没有到顶。最新爆料显示，国防部长董军、军委委员刘振立也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而军委会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已经消失了。而这种消失只意味着一件事：人已经被锁定了，兵工集团已经成为本轮清洗的风暴眼，军工5人帮正集体失速坠落，而这一轮的军方塌方正在向更高的权力中枢逼近。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兵器工业集团持续了之前的密集落马潮。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原董事夏斌、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可瑜，加上之前的齐齐哈尔和平重工集团总经理助理、总质量师王健，3名高管相继被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无军工背景的纪检官员陈正云上任之后。陈正云是法学博士，他早年曾经担任最高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等，后来担任中纪委国家监委第9监督检察室副主任。陈正云在今年的3月接任了兵工集团纪检监察组组长之后，明显指向对既有军工人脉和旧系统的大清洗。而被替换的前任陈学串曾经深耕航太军工系统，长期在航空航太工业部、航太工业总公司、航天科技集团任职。2017年10月开始担任兵工集团纪检监察组组长。陈学串与航天科技集团的历任高层张庆伟、马兴瑞、雷凡培、吴彦生、袁家军等人高度重叠。而这条航太军工人事线近年已经接连出现了异常状况，撤销政协资格、免职、失联，各种传闻不断，显示旧军工圈正在被集中清账。前董事长吴彦生2023年12月27日被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另一个前董事长许达哲今年10月28日被撤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前总经理马兴瑞今年7月初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后，出事传闻不断。与此同时，兵工集团自身高层也出现了异动与断裂。今年的2月和7月，总经理和董事长接连换人，程福波由兵工集团董事长调任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而兵工集团的前总经理刘大山卸职后去向不明。此外，前董事长刘石泉2023年12月被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首任董事长尹家旭卸职3年后，于2021年的4月被查。这一切显示，兵工集团也已经不只是个案反腐，而是整体人事与权力结构被重组。兵器工业集团是中共各大军工集团中唯一一家面向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信息支援部队以及武警公安提供武器装备和技术保障服务的企业集团。除了为陆军提供坦克、装甲车辆、远程压制、防空反导等主战装备之外，还向各军兵种提供智能化弹药、光电信息、毁伤技术等战略性基础性产品。
现居美国的学者吴国光曾经将5名出身军工系的高官称为军工五人帮，他们都是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启用进入政治局的。军工五人帮分别是从陕西省委书记升任副总理的刘国中，从辽宁省委书记升任副总理的张国清，从浙江省委书记调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家军，前新疆自治区书记马兴瑞，以及从山东省委书记调任综组部长，现在是统战部长的李干杰。兵工集团这条清洗线最敏感之处在于，张国清正是从兵工集团一路升起的代表人物。他曾经长期担任兵工集团的总经理，并与后来落马或出事传闻缠身的多名军工、航太高层有着深度交集。张国清早年在军工企业北方工业公司工作，1999年北方工业公司划归为兵工集团管理。2008年，张国清升任兵工集团总经理。2013年，他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成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副手。随后相继出任重庆市长、天津市长、辽宁省委书记。中共20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从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毕业后，曾进入中共第一所航空炸弹制造工厂工作。刘国中与近期落马的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有交集。刘国中主政陕西期间，方红卫被提拔为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担任刘国中的大管家，随后又升任西安市委书记。有传言称，方红卫落马与中共高层内斗阻击刘国中21大入场有关。李干杰是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业毕业，曾在中共国家核安局工作多年。今年4月，中组部长李干杰与中央统战部长石泰峰职务异常对调，有关李干杰不妙的传言随之四起。而袁家军与马兴瑞都出身航太五院，与航太系统有着长期的交集。最近有传闻称，航太系统窝案及马兴瑞案已经波及到了袁家军。袁家军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航太专家。1987年进入航太五院，1996年起历任航太工业总公司航太五院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2007年到2011年担任航太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时，直接就是马兴瑞的副手。2012年，袁家军正式从军工系统转入地方。2014年，在浙江担任常务副省长期间，是时任省长李强的副手。2020年，袁家军升任浙江省委书记，一直干到2022年的10月，在中共20大进入政治局。2022年12月，他接替调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敏尔，出任重庆市委书记。而最后一个，现在麻烦最大的马兴瑞，拥有哈工大工学博士学位。1996年，他从校园跨入航天系统，仕途迅速飙升，历任航太五院副院长、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工信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防科工局局长等职。后来从部委转战地方，先后主政广东与新疆，最后叩开政治局的大门，迎来了仕途的高光时刻。马兴瑞2013年空降广东时，官媒纷纷称他为航天少帅，可见他曾是航天系的标杆人物。现在再看习近平提拔的军工五人帮，马兴瑞已经被免职，下落不明；李干杰被异常转岗，袁家军被传可能受马兴瑞和航太系统窝案牵连，刘国中则因地方人事案被卷入权斗传闻。而兵工集团高层人物大洗牌，是否会向上波及到张国清，将是下一个阶段中共高层内斗与军工窝案发酵的关键观察点。也就是说，有军工背景的政治局五人整体进入了高风险区域，有可能被一窝端掉。时评人杜正对此表示，习近平启用军工帮，原因是想以军工重器和美国争霸。
然而，就像习在军改中一手打造的军中重器火箭军爆发腐败污案或不忠丑闻一样，习的这个军工帮也已经烂透了，并且是在20年前就已经烂了。现在这些人即便是习自己拿下来的，也会被反习势力当作攻击的借口。只是目前各派为了维持暂时的政局稳定，又涉及权力斗争的平衡需要，军工帮大部分人被低调处理。但一连串的清洗过后，换上的人照样腐败，中共专制体制的病根不除，不久之后将有一个危机的总爆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共军方的这一轮清洗还远远没有停止发酵，而且正在向中央军委核心层与装备系统纵深推进。时评人蒋网正近日披露，中纪委已正式对国防部长董军、军委委员刘振立展开了调查。这2个人的主要问题应该都在于香港的巨额财产。如果消息属实，这是牵涉离岸资产、安全退路与政治不信任的高风险指标。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正逐步浮出水面，军委装备系统正在成为下一个重点清洗的区域。军委会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上将近期缺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缺席极不寻常。自从2022年上任以来，他已经连续3年固定出席该会议，而今年在没有任何官方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消失，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几乎等同于试图亮起了红色警报。之前11月5日，福建舰在三亚正式入列，作为装备发展部部长的许学强也是缺席，他的动向一直很诡异。更早之前，时评人蔡胜坤已经在10月披露，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已经出事了，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被免职。如果将这些讯息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整肃的目标正从作战指挥系统转向武器装备、军工审批与科研体系。这一点与四中全会前夕，国防部高调公布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双开，并首次公开定性为团伙政治案件，形成了高度的呼应。当团伙政治被正式写入军方通报，那就意味着问题已经被定义为政治安全事件，而非纪律问题了。在此背景下，许学强接连缺席政治局相关活动、海军大典和经济会议，他的这种非正常消失几乎可以视为已经被纳入了清洗程序。装备系统向来是军中资金密集、权力隐蔽、派系交织最深的板块，一旦被锁定，往往不是点名式反腐，而是整条链条的拔根处理。特别是许学强的仕途与苗华、何卫东高度相关，他的官运从2017年起一路猛升，2019年晋升中将，2021年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并晋升上将，2022年出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这一切正处于苗华掌控高级将领考核的时期。将几条线索叠加来看，国防部长董军、军委委员刘振立被曝遭中纪委调查，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持续失联，苗华、何卫东体系被定性为团伙政治并公开处理，这说明军委层级已经被整体纳入到了下一波整肃范围中。时评人王笃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腐行动，而是一场以忠诚度重治为核心的派系重构工程。凡与苗华、何卫东权力网络存在深度的绑定者，无论身处作战指挥系统、装备科研体系，还是军委核心岗位，都将被视为必须清除的不稳定节点。换言之，当前的军中清洗不是为了整顿纪律，而是为了重新焊接军权结构，只留下被认定为政治上绝对安全的人。在中共的军队体系中，越是靠近权力核心，就越像随身携带的一枚炸弹，升得越快，爆得越狠，站得越高，清算越早。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
在黑暗中点燃希望。